假如说他甚至11月、12月的家电展，他就去订了他的电视产品，等到隔年的3、4、5、6月了，你买的价格算起来都还是贵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要录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那其实他在讲说一个消费者他在家电展。然后找了一个 Sony 的摊商买了一台 Sony 电视，现场的工作人员跟他讲说 Sony 电视有3年的保固，可是这个消费者他电视送到家安装完了之后，他看保固卡才发现Sony 的电视只有2年的保固。那他立刻打电话回去找这个 Sony 摊商咨询嘛，那这个厂商就跟他讲说Sony 的电视就只有2年保固没有错，那他那天所接洽的工作人员都只是这个工读生，不是他们自家厂商自家的员工哦。但是消费者讲说，其实他那天他跟他的朋友在展场听到这个不止一位的复数以上的工作人员说 Sony 的电视有3年的保固。好，所以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说，你在电器展能不能买到最便宜的商品，那以及你在电器展会不会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呢？那首先在电器展能不能买到最便宜商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买贵是不至于，但是你要买到最便宜，你要想一想哦，今天厂商他去参展，他要租所谓的摊位，摊位租的越大，他要付的成本是越多的。第二个，他需要请人，今天不管是请工读生也好，请他自己的员工也好，他都需要付出一个成本，请人来顾摊位。那更不用说你需要给一点奖励的机制吧，你要给一点奖励的这种销售的回扣的比例给业务员吧，要不然他们的工读生他一天都给你站8个小时，你那完全是没有效益的。那第三个要讲说这个。你既然有了摊位，你要不要装潢？你要不要弄得漂亮一点？你不可能拿一张椅子、拿一张折叠桌就去做生意，这个完全就是诈骗集团嘛。那你要不要发一些美美的文宣，让消费者记住你？那美美的文宣需不需要厉害的美编去做一些编排？所以其实这都是成本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说，原厂他们对于参展的厂商，他会去做一些补助。但这种补助它绝对不是无上限的，绝对不是说你去参一次展，我给你500万。我给你1000万，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厂商的补助只是在于说，它让你在参展的时候，你的负担会小一点。那这些参展的厂商，他们想要干嘛？为什么要去参展？他们最终还是要赚钱啊。如果你不想要赚钱，你干嘛要去参加家电展？好，就算有人他不想要赚钱，他乱卖，他照着成本卖，比成本还低的卖，但是你的同业隔壁的隔壁，他们都想赚钱。就大家常会看到家电展。你各个大品牌，它不会只有一家经销商去参展，它是很多的经销商去做参展的。所以你只要有一家不想赚钱乱卖，你基本上马上被大家检举。那加上还有原厂的工作人员在那边，所以你说要在家电展买到最便宜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在讲说，你在家电展会不会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呢？我觉得其实这在所难免。为什么？因为以今天这个工读生的事情举例哦。为什么这个工读生他保固的年限会讲错，把2年讲成3年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说，他今天他根本没有背熟这个保固的年限。的确，有些电视品牌它的保固是3年，像是 BenQ、像是奇美、像是 TCL， 他们的保固是3年。但是三星、LG、Sony 他们的保固是2年。但是有时候这个工读生，你看像展场这种人那么多，然后有各种工作人员。有的说电视保固3年，有的说电视保固2年。那当消费者一问这个工读生的时候，工读生一紧张，他怎么讲？他当然是讲容易促成交易的，当然是他容易拿到奖金的，他就直接讲3年了嘛。因为他只要今天完全没有卖出任何一台电视，或电视卖的太少，隔天老板就叫他不用来，就直接 fire 他了，他就没工作了。所以他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客人跟他买，所以他一定是紧张之下，一定是直接讲3年。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要在家电展啊，你要得到正确的100%正确的资讯，我觉得有时候很难呐。就是基本上家电展，我觉得你适合谁去，就是那种你已经做足了功课，但是你想去现场比价一下的人，我觉得你适合去。那如果你是剩下的2种，就哪2种？就是你对商品完全没有一点概念的。假如说今天 Sony 有4阶产品 S80K 到 X95K， 你不知道差异在哪里的，那你不适合去。那第二种是讲说你想要得到进阶资讯的，假如说Sony 有这个 X90K， 它跟这个 Sony 的 Soundbar S Center 合起来的差异
跟三星那种，假如说魔幻音场那种功能又差异在哪里？我觉得你要得到进阶资讯的人，你也不适合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这个家电展它其实就是一个价格快速交易导向的地方哦。你要在这个地方，你还要在那边问产品的功能啊，你还要在那边就是细看产品啊，就是其实坦白讲，真的是去错地方，就好像你欢场求真爱，你找不到的。展场它第一个，它人很多，然后声音又很吵。然后每个业务员他就想要你赶快结单，他其实不想要跟你浪费时间去讲说这个产品有多厉害，这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他只想要你赶快买，你今天不买就没有货了，你今天不买就会涨价了，你今天不买新款又要出了，你只剩很贵的新款可以买了，这样子，反正你今天就是要买，今天不买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你基本上你在这个场合底下，如果你是完全不了解产品的人，你也没有机会了解了。你只会看到价格，那你想得到进阶资讯的人，基本上现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哦。所以我常常讲说，买东西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要选适合你的东西。就像我以我之前讲过摄影举例，我摄影其实我买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我买的每一样东西，它绝对都当下我都不是买贵的，我都有做功课，但是我又有透过网络，我就直接买了嘛。我买回来之后，我发现有些东西它是不适合我的，就是说它不适合我的工作流程。就算我当下买的很便宜，我花5万块买了，但是它到我的工作流程里面，它完全没办法发挥作用。那其实对我的价值就是0元。但是电视或者电器产品，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差啦。就是说你花5万块买来，它也许它跟你不适合，那也许就是剩下3、4万块的价值，它不会到0元。但是你想想看。你人生当中，你有多少机会你可以换电视，你可以换你的电冰箱，你可以换你的洗衣机？我相信换电视的频率可能高一点啊，但是你今天买到一个不适合你的家电产品，你就是要委屈的跟它过期嘛。电视可能你要跟它过3到5年，家电冰箱可能更惨，你要跟它过8到10年都有机会哦。所以我常常讲的说，为什么比起价格，首先你要选到买到最适合你的一个产品。那我刚才讲说，就家电展，你可能不会买到最便宜的产品嘛。有些人他会讲说，我在网络上常就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商品啊。我常在网络上比价，我就会比到说很便宜的价格，那个市价都差了很多呢。我去家电展问完，我网络问的都赢那些家电展的赢好多。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其实有时候。你要买最便宜的商品，的确比较容易遇到问题。当然不是说所有卖最便宜都会遇到问题，但我说几率上比较大程度。为什么？因为今天其实家电产品、电视他们的成本，每个厂商其实差的不会太多的，有时候可能我觉得差到1到3%买价就已经差很多了。差再多的，我觉得有时候都有一点问题哦。那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常常会遇到的，就是有时候你会遇到问题有哪些？第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卖，就是它缺货，它拖时间，拖交货时间，什么意思？今天一款产品我在4月卖，那我在4月卖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讲说，你一买之后，我跟你说没货，我要等到6月才能给你交货。那这中间它就会有降价嘛，所以你等到6月的时候，你才交货给你的时候，其实它这个价格它是有赚钱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缺货你不买，那店家就赚到了。也不是说赚到，他就没有损失。那接下来讲说，假如说他店家跟你说，没货，那另外有一款货你可以考虑看看。假如说你现在买不到 Sony 的，我有三星的一款也很不错，你考虑看看。那有的消费者他就说，那好吧，那就换这一款吧。那这个时候店家也赚到了，为什么？因为有些消费者他是因为你比价一轮其实很痛苦很累了。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你既然已经 A 牌电视是最便宜的，那你接下来这台应该也是很便宜的，我就不用再比了。但有些店家他用这个心态，他第2台他会报的比较贵一点去赚这个价差哦。所以当你说就换这一台吧，那店家其实也赚到了。那再来还有一些人他会拖交货时间，他会做什么事情？假如说他今天有人像做类似团购的事情，他拖时间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这台电视缺货，可能要到6月。那这同时他也收集很多人的订单嘛，等他收集100台同型号的时候，他会去跟原厂讲说，我现在有100台的订单，我可以便宜一点。那有时候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累积这个订单，但他一直累积不到，所以你看到有的人他会分享说，厂商答应说原本6月要给他电视的，结果到了6月就跟他讲说要再2个月，
过2个月之后都是要再1个月。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就厂商一直在累积那个订单的量，他也没有累积到足够的量，所以他没办法去跟原厂喊一个漂亮的价格哦。所以你会发现，时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哦。那第二种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有些其实像有时候 Sony 或者什么一些三星、LG 他们会有活动，那活动的时候会有赠品，所以你看网购平台有一些网络平台，它常常会写说此产品不参加原厂活动，但这字都写得很小，你都没看到。那等到你买的时候，他卖的人比市价便宜500块，但是你一买，他把你的2000元的1000元的礼券抽走，他变成他变相的他就有赚钱了。但是你买回家之后，你才发现少了这个赠品，然后你再回去看的时候啊，他网页都有写，那你也不可能说为了这个几万块的电视跟人家上法院，那个时间成本一定是划不来的，所以这时候你只能认栽。那你说有没有更夸张的？假如说那种新品跟展示品混卖的，我觉得当然也不敢说没有，但是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买东西你要找实体店面去买，找一些比较老字号的店家去买，因为你越经营越久，你自然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你只要做这种事情，你只要做过一次被人家抓包了，以后你卖的再便宜，人家都觉得说你就是展示品啊，你这个货品的来源就是有问题，你才能卖这么便宜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去找灿坤、去找全国电子去买，因为这种上市柜的大公司，他不会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当然，他们的价格也许不是最便宜，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就在于说，时间的成本是非常重要。以前我学生时期的时候，我会跑去光华商场比价比一圈，你要去买电脑啊，便宜个100-200块、几百块、1000块，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工作之后，我发现我的时间价值不一样。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一个东西的价格 OK， 更不用讲说，有时候我为了要去比最便宜，我可能买到有问题的。我买到有问题的话，那个时间成本处理起来又更高昂了，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有时候买东西，现在也跟以前的那种态度也不一样，主要就在于说时间成本不同，我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我可以陪我的家人。如果结婚，我可以陪我的小朋友，陪我太太，这都是绝对是比我去比价，然后获得那一点金钱，我就觉得是有意义非常多的啦。好，那回过头来说，有些客人他会就是每次都期待着家电展，然后要去家电展买，但是他又是很早就去订的。假如说有些客人他是隔年的5-6月他才要装潢才好，那他在就是年底的，假如说他甚至11月、12月的家电展，他就去订了他的电视产品，订了他的家电产品了。那这基本上你就算当下你买到最便宜好了，其实等时间过去了，等到隔年的3、4、5、6月了，你买的价格算起来都还是贵的。为什么？因为电视产品基本上它是像3C 产品一样，它一跨季，它的这个价格是慢慢的往下走的。那家电产品基本上你也要看它的周期，假如说它是旧的产品，它遇到的产品在更新换代的时候，旧品它也是出清，它也是价格都是往下走的。所以基本上你提早了半年到1年去订这种所谓的电视产品跟家电产品，那基本上都会是买贵的。就家电产品在前几年可能还有所谓的这种疫情缺货啊、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在今年、明年开始，就是供给现在看起来都是蛮正常的啦。所以有没有必要说，就是一定要冲去家电展买，或者是要提早去家电展买？我觉得倒是没有这个必要。那另外就在于说这种，因为我们回归到这次的事件发生嘛，那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就是工作人员、现场工作人员、家电展，或者是不管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他为什么会给你错误的资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这个稳定度不够。什么意思？就是他今天他这个人只打算做1天2天的，他打算做1年的。他当下跟你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反正我只要可以成交就好了，就是我讲的资讯是错误的、是正确的都无所谓，因为只要你成交了，我就有奖金。那我拿到奖金之后出了什么事情，那是公司负责啊，那不是我负责，就是我没有差的。但我是不欣赏这种工作态度啦，因为我觉得你做一个事情，就是你不管做1天也好，你不管做半年也好，做1年也好，你如果都抱持着随便，或者是就是讲错误的引导人家下单，或是你根本资讯都没有背熟，那我相信下一份工作其实也不会是一个多好的表现。但其实市场很残忍哦，有时候就是大部分就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基本上这也是我们想要改善的。像我们公司的话，
像我不要讲我们公司，像我自己啦，我自己工作这个业界我也待了也许快7年了，我手机号码从第2年就是没有换过的哦，所以如果有客人基本上想要找我，就打我电话都会通的。那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不到我，都可以在 YouTube 底下留言，就是我都会就回复你这样子。那我们公司比较资深的，不用讲10几年都会有，那基本上比较之前的可能5、6年。但是我们都希望说，今天你只要一来到店里面，他们都可以，不管是从产品整个纵向的阶级的差异，或者是从横向的各个品牌的比较，那跟一些那种产品进阶的功能，或者不同品牌产品的搭配，它都可以依据它的一些经验啊，把这种产品很好的呈现出来，让消费者你来到我们的门市，你都可以很快了解到产品的特性，那你都可以很好去挑选你适合你的产品哦。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坦白讲，现在实体店面是面临很多的挑战。那我们也知道说，这种电商的崛起啊，这种网络上各种就是价格的竞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当然不会说我们开店就是像德蕾莎修女一样，这个海星在海滩上它会被晒干，我们把它捡起来一个一个丢回海里面去，就是这样讲太矫情了。就是你当然你开门做生意，你一定是为了赚钱，只是说你赚钱，你赚的是不是一个每个人都一定会要赚钱，只是说你赚的这是不是你良心你过得去，或者你赚的钱，你觉得你这有没有是一种进步，就是你每天都在比前一天自己进步，然后你比同业的人们都进步，那你给这种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感受，让他们买到更适合自己的产品，那这个钱我觉得赚的才是一种，你赚的才踏实这样子。所以这么讲好了，我觉得有时候你说做的资深，这是很厉害的事情吗？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如果你都按照同一种逻辑做事，你就是始终都没有进步，那其实你做的资深也是没有什么用。所以除了强调资深之外，我觉得就是你要对自己有要求，每一天比前一天的自己要进步。那这长久下来，5年、10年累积下来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啊、知识的进步啊、视野的进步，其实它也是非常可观的。那你在介绍产品的同时，你也让就是客人他也给你带来一些教育，那你也给客人带来一些进步。我觉得教学相长，就是这是整个市场非常健康的一个表现了。好了，那所以这就是这期我们感想的，算是一些时事的感想的分享。那有任何想要讨论的、想要听的素材，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那我是 Alan， 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